康和上升金牛座呢，11月的转运点是在中旬的10天。上旬呢，金牛的运有一点点卡住不动啊，或者动不了，必须处在某种等待或者是熬着的一个状态，会感觉比较难受啊，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你身体难受，或者是你要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为了某一个理由付出很多的一些代价。行运看起来呢，上旬就是在磨一件人事物，被这个东西折磨，可能是金牛自己自愿去受苦受难，也可能是被迫的啊。总之身心的消耗是挺大的。而到了中旬呢，金牛之前卡住的一些事情会迎来转机，或者是你会突然想明白，就不再纠结执着了，新的运气会进来。在12日到22日日金换座之后，金牛会明晰结果，然后根据这个结果呢去定下一步的方向和目标。所以呢，10月中下旬金牛会去做一些新的决策，或者是可以做某种调整。这个调整的运一直会延续到12月，这个运呢很不错。这段时间呢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契机进来金牛的生活当中，让金牛能够去纠正过去很久以来或者是近段时间的一些错误，也可以让你们去补救一些东西啊。因此金牛工作、读书、生活呢，在11月前10天不必慌张的去做选择和决定，此时呢往往容易定不下来，可以理解为时机未到。那有的金牛呢上旬也容易体验到失败和挫败，以及拖延和无力。那么你可能会以为没救啦，或者是没时间啦，但其实是有救的，也是有时间的。后面中下旬以及12月你们会迎来补救的机会，这个时候努力就可以了。生命会给到金牛一个契机，让你们去重新去对一些目标任务啊、资金、财务、理财啊，或者是你的健康、你的工作等等，能够好好的去负责。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调整呢也是需要一个周期的。那我先在这边提醒你们，这个新的机会或者是转机，它不会那么轻松就可以去争取到。这个好处它不是理所当然给到金牛的，因为冥王星到了金牛星盘的10宫了，这个是一个业力相关的位置，也就是说一报还一报。所以金牛你之前可能就没有弄好嘛，你犯了错误或者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呢这个时候上天看到你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了，所以呢就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那这个补过的机会其实是充满压力和挑战的，它没有那么简单，需要金牛付出很多的代价，也付出一段时间，甚至这段时间要舍弃掉一些东西，去珍惜这次弥补的机会，去把错误的东西扭转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径上。那时间线上来看呢，在12月中下旬金牛就可以看到一些2次的结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去虔诚努力的金牛呢，在12月中下旬就能够收获一些好的消息啊、好的结果啊。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回报了。所以这个周期呢说长也不是很长，但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痛苦，因为你要付出努力。如果11月中下旬还是执迷不悟，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这批金牛呢，12月打击可能会更大，真的会比较惨啊。所以我提前跟你们讲，珍惜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下旬这1个月的时光，这个时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该调整调整，该投入投入，该清理清理，该努力努力。之前的就不要去后悔了，从现在开始努力，这是考验你们意志力的时候，但是是值得付出的，可以让金牛靠你的目标更近，不论你之前失败还是获利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重新的去进行计算。工作考试方面呢，11月整体是不建议金牛冒险的，因为刚刚说了容易有比较严苛的一些考验。中下旬呢虽然可能也有换赛道啊、换工作的一些机会，但是看起来这个时候动不是太划算。如果说要走的话，你可能就要让出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东西。不着急的金牛可以等等后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时间。那爱情和人际方面呢，11月金牛的应对啊容易情绪化，比较感性啊，需要更理智一点。桃花呢是有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旧人性的桃花，就是原本认识的、接触过的、交往过的，但是呢桃花质量坦白来说不高。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如多读几本书，不会把本月的一个时间浪费在感情上面。那有伴侣的金牛呢，11月要注意3方人事物对关系的影响，包括经济方面啦、健康方面啊，这些不一定说是小三这种，只是说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某种冲击和考验，会有现实的一些挑战，需要你们和对方共同通关。也可能是2个人在通关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个人掉队了啊，那就会考虑还要不要继续，所以也是有点容易闹分手、对关系没信心的月份，需要注意一点。那美容健康方面呢，金牛11月不是太容易减啊，上旬反而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管控以及健康，饮食作息呢容易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规律，身体整体是有点偏弱的。但是下旬是有机会重新拟定一些计划，或者是在他人的一些引导带领下，去以一种缓慢一点的节奏去管控自己的健康和身材。虽然像刚刚说的稍微难了一点，因为意志需要非常坚定嘛，但是这个时候金牛还是可以去做到的。你们可以去选一个目标人物来鼓励自己，每天看对方的美照啊，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和某一个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啊，会对更好的减脂有帮助。就是要给自己造一个梦，有梦呢金牛就愿意努力，没有梦呢你就会不想努力。健康管理也是如此。那要祝所有的金牛座11月曾经疏忽的时光在加倍的努力当中还补回来。
太阳和上升摩羯座11月份，我提醒的东西会多一点啊。那因为摩羯是很客观理性、接纳度也很高的星座，我就不做铺垫，直入主题了。近期呢，摩羯的运稍微有一点点低迷，你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坦白说，就有点倒霉，有些事情怎么都想不明白。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很容易被误会、被针对、犯小人，或者是卷入到让你蛮难受的一些竞争，或者是职场人际关系里。比如说这个派那个派啊，这种，或者是一些是非，甚至是官非，一些麻烦当中受牵连。所以呢，11月份摩羯你不要太解释或者是太用力，因为你也解释不清，越努力呢也可能事与愿违，不如就放松一点。或者说有的摩羯也可能会表现在体弱体虚、身体啊睡眠的一种抱恙。因此啊，11月摩羯肯定是不适合有什么大动作、大决定，或者是太努力的啊，什么换工作啦、分手啊，这个时候不是很建议，就能撑着就尽量别换、别折腾，就多歇一歇，少消耗自己。当然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摩羯能够全部说了算了，那你就尽力吧啊。等到10月中下旬，吉星金星12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20日呢冥王星离开你们的星座之后，摩羯会有一些可以扭转口碑、扭转他人对你的印象、扭转之前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局面的契机。不过呢，不能够去着急，这个新的契机走势相对来说它会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们还比较乱，就11月中下旬啊，摩羯周围会有两股甚至是多股的一个力量去共存，多派系也对应到多个事情、多个项目、多头的兼顾。那摩羯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够一下子去理出全部的头绪的，或者说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面面俱到，你们很容易就是想东想西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一个主线任务，其他的你千万要往后放，不要野心那么大啊，不然摩羯会发现啊，你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比如说你要宣传或者是汇报，你要是没有重点，别人都不知道你要宣传汇报什么东西，或者你可能是卖东西、销售东西、自我介绍啊，都要有一个主线产品、主要的一个角色，让别人清楚的知道摩羯你是要干嘛。所以呢，11月做事千万别一股脑往上堆，反而容易打水漂啊，或者是反响平平啊，让人对你的作品就毫无印象，就没有这个欲望。那11月中下旬呢，会有一个契机可以让摩羯去突出某一个重点，那这个时候摩羯就要抓住这个重点，不能够再像上旬一样啊，上旬就是有一点点，要么就全部停滞不敢，要么就是胡乱的做啊，把自己就熬疯啊，没有必要。摩羯你抓住你顶想做的、你顶喜欢的事情去开启，然后很多的一些东西呢是可以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去撬动的。每一个人每件事期都有他自己的周期，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节点，所以呢，你要允许不同的事情是在不同的一个时期当中去开花结果的，不要太着急，在一个时间想要去拼一个结果。那能够暂缓放平的一些人事关系，摩羯可以在11月尽量的搁置在意，等候再处理。你不要迎头的往上冲，你可以去称病啊、休息啊、躲起来啊，对你们会更好。那这也代表摩羯读书工作11月有想不明白、熬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睡一觉，然后再继续。尤其是上旬啊，充足的睡眠也是摩羯力量的来源。那人际和感情方面呢，摩羯刚刚说了，容易卷入到人际是非当中。上旬呢，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没有什么推动力啊，那这个时候不如摆烂。而到了中下旬，一定会出现支持摩羯、看好你、认可你、鼓励你的这一派，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是你可以去抓住的，那你就要去抓住这一派的人。那些其他的一种小人啊，或者是态度不明朗的人啊，你依然是不用理会的。如果摩羯要表达什么，你要对着喜欢你的人去说，不喜欢你的人、反对你的人不值得你花费力气，所以不要弄错重点。整月桃花呢是一般的，中下旬可能会有这种示好的对象，但是也没有到可交往的地步，可以等过完春节再说。有伴侣的注意一下关系当中的一个阻碍，刚说了感情运不算是太顺，尽量的去维持，真的维持不住那就随缘吧。因为摩羯呢，明年年中到下半年还有后年是有正缘正婚运的，所以呢感情不用愁，错过了后面有条件更好的，对你也更好的，彼此能够更契合、更匹配的人，所以呢不必在这一点上面去委屈自己。那要祝所有的摩羯座11月心如明镜，不惹尘埃，世间万物皆有定时，放宽心态，不忧不惧。太阳和上升仙女座呢，11月有宅家休息、净化心灵，或者是跟家人变亲近、疗愈自己的好运。有的仙女座呢，也会在本月布置、修缮房屋，或者是搬家啊，就跟一些家宅有关的活动，也包括参加亲友聚会的这样的一些场合。所以，如果你是近期没有什么大计划的仙女座，其实11月就已经可以允许自己进入到休假啊、摸鱼的这个节奏了。工作、读书其实有点努力不努力啊，结果都差不多的感觉。本月很适合自己做做饭啊，宅在家里面研究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的书啊、做的事情。11月份呢，仙女座就有机会去满足自己，也有机会呢去走出一些创伤啊，去接触一些瑜伽啊、冥想啊、身心灵等等这种心灵世界，靠的会比较近一点点，或者用中某医去调理自己、修身养性。你会发现此时让自己越慢、越不急，越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工作当中呢，11月不建议仙女座贸然的辞职，容易中间有空档期。同时呢，如果此时有比较大的计划想要去整改推进的仙女座，要做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因为
接下来的一个行运上面来讲会比较慢，包括你的心态，包括你的体力啊。比如说你可能需要为此去熬很多的夜，那这个事情一时呢比较难看到结果和成效。因此呢，工作、感情、减脂都建议仙女座本月别抱什么特别高的期望，努力的时候不要带着什么目的。如果你要带着目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做了。如果仙女座目前所做的事情不是你想做的事情的话，那么11月份其实你表面上应付的过去就行了。一年不可能每个月都紧绷的，那样人会垮掉。所以呢，要学会给自己减负，不要给自己找事儿，不要为难自己，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付出再多，别人可能也不会感激你。那如果仙女座你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是你自己渴望做的，是你自己的一些理想，那么请自愿受难，没有办法啊，就是你自己选的。然后呢，下旬因为你们的守护星水星逆行的影响就开始了，势必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比较快速的去推进的，一时要找到很好的一个处理办法有点难，那就得过且过，做一点自己高兴的事，或者是你能推一点是一点啊，相对来说你就会慢慢推进这个事情往前发展。那同时呢，这个时候因为吉星金星是在你们的一个家宅啊、子女啊、恋爱的一个宫位，所以呢，仙女座有事情可以和家人多聊一聊，或者和家人、孩子一起多相处，能够带动自己的运气、心情都能够变好。想要宝宝的仙女座11月到12月也是有机会的，不过这个运呢需要放轻松，不刻意，反而能够意外中个奖。那工作读书方面呢，虽然刚刚我说辞职的话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有好工作，但是11月中下旬仙女座的面试、考试的运和人际朋友、社交运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呢，此时多和人讨论自己的学业、工作的事情，多讨论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也许是会有意外的收获的。比起自己孤独一个人苦思冥想呢，要强很多，思路也许一下子就打开了，或者有人会给自己介绍。那这时也可以多投一些简历啊，拿到面试的机会的概率要比上旬要大。那这个时候呢，结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仙女座可以通过这种对外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到更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掌握到更实用的技能，对于自己的一个优劣势也能更了解。也有运气呢，因为受他人的影响而开启一些新的事情，比如说开始接触了解一些新知识，去上课培训，或者是学车啊，去给自己充电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财运方面呢，仙女座11月开支容易大啊，也有点破财，所以呢不适合在财务方面兴起什么大的规划，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一些念头，这一点务必要注意啊。财务的漏洞也尽量省吃俭用的去补上它。那爱情桃花方面呢，11月仙女座有机会接触到新朋友、新的桃花，但是当中烂桃花和暗桃花居多，要注意甄别，也就是有隐情、见不得光，或者比较难去奔现的那种桃花。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更倾向于和所有人做朋友，不去越过那条线。那有伴侣的呢，也要注意一下挡桃花，包括自己的，包括对方的。而受到水逆的一个影响，仙女座也有旧人逆回的运，故人旧事可能这个时候都比较容易牵扯你们的情绪。那下旬要注意和伴侣身边人翻旧账啊，或者是算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整体仙女座的11月适合暂且放下对于这种拼搏啊和抱负的一些念想，让自己在一个角落偷安自怡，体会活着本身的一种珍贵。那要祝所有仙女座11月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不求远大，偏安一隅，安之若素，好运了。我是艾乐凡老师，用心做心理学，更好的引导自然生活。拜拜。